大家好，我是克里斯，今天又來改車了。這一次真是不得了啊！又透過一個不正常手段、特殊管道搞來了2代 RTS 的電推，還有新款的 ECU。哇哦！嚴重斥責，是正常管道。正常管道嗎？哎，怎麼說？那個是透過 SPC 訂購的，所以我們可以買嗎？我們自己是不能買的。一般客人沒有辦法，要透過店家。哇哦！而且為什麼說好改電推，為何要改 ECU？電推是可以直上啊，像這一顆就叫 ISG。那它本身的作用就是電推，那因為電推還要經過一些算力的演算，那所以我看到那個電腦的型號好像不太一樣，所以料件號碼不一樣。對，那聽說是 TCS 有優化，它的運算邏輯，然後跟電推的不確定有沒有，所以我就2個一起訂了。加起來就1萬，料錢就12000。12000，哇，那如果是加工錢的話呢？大概会落在14000上下，看店家公司怎么算。结論，直接買新款的 RTS 了。對，不要學我這種，只是純搞浪漫的，好不好？單純只是好奇而已。而且這台車才買不到1年，叫我買2代也不可能啦。對，所以還是稍微以實驗性的精神來試試看。當然改起來小貴啦。哦，對，有點小貴。而且如果想要換車，可以來這邊跟我買新的。很簡單的樣子，直接直上的話，這是新的，這是舊的。對啊，等一下就新的直上。好，先不改電腦。對，先不改電腦，先試試看。OK， 好，先體驗一下。好，無損直上。但是這種東西還是建議不要自己去買，自己來裝，因為這個還是高單價的東西啊。跟車行訂的話，他幫你安裝啊。如果說裝上去有問題，那至少有一個管道可以就是進行保護。光陽不堪了，回頭過去我沒有參與過。對，像至少在 RTS 我買到現在其實災情蠻少的吧？對啊，其實 RTS 沒什麼太大的問題。所以我才有信心現在魔改。發動看看會不會亮引擎燈。沒事，沒事。OK。你要確定可以直上。好。目前我小吹油門它電壓還是沒有掉，我覺得它起步有比較絲滑了呢。對，我感受一下。我覺得這個目前我最有感了，真的還蠻明顯的。雖然它的那電壓沒有掉，不過它的起步確實有比我改了彈簧之後還要絲滑。因為之前我改了那個傳動嘛，還有那個普利盤那個也動眼手腳，主要是針對優化60以上，還有時速40以上的那個加速力道，所以它就起步的時候會比較延遲一點進來，就是正常可能你4000才有那個動力輕連感嘛，然後改了之後大約到4500才有那個動力輕連感。13.9。補油，13.7， 13.9，好，我油門100以14.2這數字好陌生哦，它的回衝感覺會回得比較高它那個數值，油門100 13.1 12.6，它的介入時間有變快，就油門100的時候，之前還沒改的時候，油門100之下它那個數值掉的延遲感還蠻明顯的，目前感覺有快一點點，不過還是沒有繼續來的那麼直接。14.0 13.9，油門一半，有掉一點點而已。好，14.2哇，這個很陌生的數字來，油門100 14.0，哇，掉的有變快，確實它掉的有變快，就油門100之下。應該回衝好了，現在13.9，油門半拜，一半而已，油門13.9 12.8 13.5，還是有，對，有了，油門半拜它也是會掉，只是它沒有那個 G7掉的那麼快，所以不懂是它的顯示延遲還是怎麼樣，它有點還蠻奇妙，就是我改
傳動之後，然後還沒有改電推的時候哦，大約是4400、4300這樣子，它才會銜接起步，還蠻明顯的。不過改完之後哦，我看它那個數值也是一樣，大約到4400、4500它才會推出去。可是很明顯，那個起步困難期有改善很多誒，這個我蠻意外的。可是我看轉速其實是沒有變化的，反而可能會更晚銜接。可是我的那個銜接程度卻比較絲滑嘞，是怎麼回事？這個真的很奇妙，有點懸哦。14.1油門一拜，11.8。哦，對，油門一拜之下，它確實會掉的稍微快一點點，就是比一代電推掉的數值再快一點點。但是呢，還是沒有 G7來的那麼直接，因為 G7是你一補油它就馬上掉了。對，現在14.0。補油，馬上掉，看到沒有？瞬間掉，沒給你含扣的。OK， 順便來試看起步的時候掉會不會掉，之前沒有特別去注意過。4.0，油門一半，哇，馬上掉哎！一補油就12.7，然後掉到11點多了，瞬間掉。對 ，G7的電壓值就是那麼靈敏。我會想會不會是 G7跟 RTS 的那個儀表板的電壓？那個顯示更新頻率不太一樣，對啊，可能 G7的更新頻率比較快，I don't know， 這個真不知道。OK， 目前感覺出來有差異，沒有很大也沒有很小，稍微跟阿優討論看看。OK， 目前試了只改電推的版本回來，希望當中有很多問號，還有很多驚嘆號。對，首先呢，我講一下你的傳動動了什麼舊手腳？它有換小彈簧跟大彈簧，然後前普利盤那邊有稍微做一些改善。轉速前面那一段空窗期，它可能會由電輔去介入那一段，所以它起步就會變得比較絲滑。所以轉速是看不出來的。對，這個真的有感。還有就是那電壓的數值，我印象中很少出現14.2呢，結果它剛就出現了。應該是新版的 ISG， 它的可能一些控制或運算還是回充比較不一樣，那它電壓就會相對高一點點。電壓表的數值可以作為參考嗎？你如果沒有外掛電表的話，基本上看那個就夠了。哦，看那個夠了。哦，對，因為其實那種東西它不會體感不會很明顯。對啊，那个數字就是讓你參考。對，沒錯，它就是以參考為主。對，確實啊，我油門一拜是嗎？也是會掉，然後掉的確實有比 RTS 之前的還要再快一點點。可是還是比 G7慢，它的如果是以數值來看的話，靈敏度比較不一樣。那再就改 ECU 啦。對，電腦改上去再試試看。好緊張哦，因為我覺得有點真的不一樣哎，因為出乎我意外了嘛。他說一代、二代，哎呀，多一個記錄時間，多一個0.17秒，然後那個電推的持續時間從4秒變成4.5秒，應該沒有那麼差。可是體感上真的沒有差，所以初步結論，二代電推真的有差。OK， 然後現在改 ECU 啦，希望可以再更明顯一點的感受。期待。扣上去了。OK， 淨化完畢。來，重要的一次，看引擎燈有沒有亮。OK， 一切正常。我之前改完傳動的時候，我有發現就是，它單純就是以大排量，那加上它的檔位去推它，就起步的時候，對，所以它就會頓挫感比較明顯。這個真的很明顯。因為傳動這種東西哈，就是你要有取捨，它才會有動力輸出比較不一樣。因為它這台缺失，它就是中尾數的部分，所以它起步你要把它拖到後面，那起步它當然就會消失掉。它改完電推之後，就是二代電推之後，就會發現說它起步的那個問題，它改善了蠻多的。電推去介入它的前面比較低轉的部分。對，我還有個問題，因為從一代是4秒嘛，持續時間，然後改成4.5秒。可是為什麼我看有些山羊啊，甚至就雅馬哈可以去外掛哦，可以推到10多秒之類的？
改電池，然後再改一些控制器，它去讓它的運算邏輯不一樣啊，去持續觸發它的電推。可是為什麼市面上還沒有人改公羊？為什麼？可能是車的數量不夠多，或者是沒有這個需求。啊，就是車賣的少嘛，对啊，廠商不願意開發嘛，是這樣子嗎？也不能這樣講啦，因為其實它這個電推它是光陽的專利，它整個邏輯也不太一樣。所以可能也不好破解之類的嗎？應該也算是啊，但是據我所知啦，光陽它有要出一個好像是，然後效果会怎麼樣？那個據我所知啦，它光陽他們內部有測試一個叫做電推控制器哦，嘿，聽起來就很厲害哎，那是幹嘛的？啊，多猛！它電推可以達到秒哦。不可能吧？那為什麼就不能改？因為現在還沒有試售啊，也不確定會不會發，就是上市這樣賣。哇，光真的很遲鈍呢，所以內部已經超過是可以的。对，有到秒。对，哇，我的光真的太遲鈍了。你這個東西拿出來賣的話，應該。OK， 現在來試試看改了2大電推跟 ECU 的差異。但是呢，我不要被阿 U 給影響，我要用心去感受，所以我稍微先把轉速遮起來，電壓值給遮起來，單純去感受體感差異，不要被這些數字給影響。OK， 一切歸零，可以發動。哦，來慢慢起步，哇，絲滑絲滑。哦，完全彌補了改了傳動之後的那個副作用了。OK， 先講一下，我現在只是分享我改完電推還有 ECU 之後的第一感受，然後更詳細的感受呢，我會再騎着它通勤1個禮拜，再做沒有改之前的交叉比對。因為我覺得，因為我改這個，其實我是非常的期待的嘛，也很興奮，所以我不想那麼快下結論，我真的想要深度去比對之後，再跟大家做一個更詳細的分享。對，那這時候我油門開入大約只有10%，對，然後一半，輕快感還是一樣啦，我覺得輕快感還是一樣。目前最大的差異就是起步的部分，絲滑的還蠻明顯的。準備上高屏大橋啦，大家可以稍微試看那個油門再重一點點。來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平常的戰鬥模式，我的騎姿就是我的腳我的一只腳會踏斜板，另一只腳就踏平踏板。对，因為 RTS 哦，對檔改完之後啦，原廠的時候啊，不管你是加速力道跟你的剎車制動力哦，都很直接，所以我這樣子的騎姿哦，可以讓我的屁股不會滑動，身體也比較那個可以對抗那個居力。哦，準備要超車了嗎？來，目前時速73，一直在攀升呢。我的油門只是一點點含住而已，都一直攀升的不行，我要慢一點。OK， 目前時速維持在70、66，油門一半。哇！哇，真的，这個中尾數差異很明顯的，不過我覺得主要還是鐵架的關係啦。哇，這有微微上坡，加速也很直接嘞。我來試一次，我後面沒有車，可以稍微放慢，然後時速70，微上坡69，油門一半。哇，80了，這看多快了嘞。OK， 到橋我最頂點，準備下坡了，回油。這個中尾數延長性真的是，哇，有點繼續感覺耶。當然我沒有看那個電推值啊，我覺得應該還是歸功於那個傳動的調教的關係。哇哦，這個是阿迪的完全體嘛。對，現在才放慢一點，時速80、79，然後油門一半。
目前跟全延長的初代 RT 比起來，我覺得它中尾數差異很大，而且很明显。改了传动之后哦，时速60之後，那個加速力道真的是非常的綿密，非常的線性。還有一點看會有改善，就是完全回油、彎中補油，哇，絲滑多了，也有感。不過我覺得這個是改了電推的關係，因為我剛才講了嘛，就是你之前改了傳動之後哦，你的就起步，或者是你回油再補油的時候會有一個頓挫感，現在都已經解決了。這包含起步，還有彎中回油再補油，它那個動力前景真是穩定多了。看來都是這是我覺得是電推的幫忙，電推的幫助。試一試油门一拜起步，啊，1、2、3，哇，不行，RT 油门起步油门一拜還是有點 hold 不住。雖然是我有開 T7，哇，像那個 G7是嘛，你起步油門一拜哦，都可以做得很安穩。RT 是嘛，你起步油門一拜哦，還是有一點 hold 不住的感覺。好想拆開哦，想看它的那個電壓表，不過我忍住。現在我是純用心去感受，我真的不想那麼快下定論，真的想要好好去感受。OK， 前面個斜坡，我都來試試看坡中起步，來坡中了。OK， 目前我還能剎車，放剎車之後就馬上補油，哦，再一次哦，哇，絲滑多了，它推力比較早進來的，這個我覺得明顯，改完電推之後很明顯。RT 的懸吊，你看這裡也沒有什麼坑洞哎，就是有點就是起伏的水泥路，都抖成這樣子了。G7的話就可以很絲滑的，哇，如履平地的經過這段路。OK，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我魔改 RTS R165之後的初步心得啦。但是呢，我就要跟2大電推、ECU 跟傳動的改裝一起來看。簡單來說，我覺得有還原到 G7的加速的線性感了。對，就單論就是加速線性的部分，有還原到 G7的感覺。只是它的起步還是比 G7太衝了。G7它起步就開始就溫柔，到後面才慢慢開始，尾速部分才開始比較有帶勁一點。然後RT 就是起步比 G7凶，然後後面有無限的接近 G7的感覺了。目前的初步體驗下來，OK， 今天影片就差不多這樣子啦。然後下個禮拜開始呢，我就會把這兩個貼紙給撕掉，然後就騎1個禮拜的通勤，然後跟我這款的 RTS 的體驗感受來做一個最直接的交叉對比。對啊，我覺得還是要長時間體驗吶。這樣子給出來的結論哦，可能才比較有參考性吧。對，那今天影片就這樣子啦。喜歡我的影片朋友可以按讚、訂閱、加分享。如果有什麼問題想要問呢，也可以在底下留言跟我說。我是克里斯，我們下次見，拜拜。有沒有拜？